美一談判破裂，台股卻重返35000點，台股這次還有機會再創新高嗎？台積電禮拜四要做法說會，理論上它應該會利多出盡，短線就做一個拉回動作。那只要拉回，你再把它買回來。台達電是第二支護國神山，那我們 local 的目標價都已經提升到197多了，我認為它應該會有2字頭。今天我們就找來台股老先覺杜金龍，他不只說台股這次有機會繼續挑戰37000點，還要告訴你在台積電法說會前到底該不該繼續進場。一起來聽聽他的分析。團隊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有許多朋友在收看下班經濟學，但有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哲青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哦，就是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对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小芳，你看2026年的4月，這個美伊戰爭，結果美國跟伊朗談崩了。對，然後股票今天就開始有動盪。對啊，今天早上新聞一打開又跳出來，美伊談判破局。破局。對，最近就是這樣子，歹戲拖棚。是，真的是歹戲拖棚。但是其實大家看到這個上周，你看哦，這個股市就重新再攻上了35000點，然後台積電破2000嘛，對不對？所以大家在想說，接下來我們應該怎麼辦才好？所以我們再一起邀請到股市老先覺杜金龍老師。杜老師你好。老師你好。兩位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杜老師，你看接下來你看好像這個台股又一片欣欣向榮，這4月真的可以期待後面的行情嗎？4月份本來我們上次有講說，從去年的17306漲到今年的4月份，剛好13個月，13個月就會有波蘭西的轉折點所以我們在當時本來就預測4月是一個高點後來在2月26號。我們的高點是35579，一口氣3月份就跌了4050點，大概跌了11%了。所以在3月份我們大盤大概跌了將近9%到10%左右那 OTC 跌比較少，跌2%那大家認為搞不好高點在這邊，想不到短短的跌到那個3月9號就微轉我們大概上個禮拜五就已經快要穿波段高點。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本來如果說沒有談判破裂的話，理論上錄影的時間應該會去挑戰歷史新高了可是不管有沒有歷史新高，我個人認為在4月份是這個主升段的高點，我這個大概沒變因為我們從去年漲到現在已經漲了18200多點那時間的話，我們初升段漲21個月那現在我們談判那個美國跟那個伊朗好像21小時談判破裂，也是波浪理論的時間那我們大概就是說認為這個13個月就是這邊要休息休息完以後，不管說高點有沒有過35579或是更高我們希望更高的話，如果按照初升段漲11787，你乘以黄金切割率 1.618 倍，大概這個主升段應該會在比較樂觀的話就是36700多點。那完以後這個滿足點完以後，我們今天的地方完以後 2Q 3Q 就會做 ABCX大概5個月的箱型整理，以盤代跌那我本來就認為2Q 大家手牽手來做當沖嘛，想不到3月份我就來回做了好幾次的當沖那現在又微轉上來在這個高點那這個就是代表說這個盤勢非常強勁了是，那老師剛剛你有說，你看第2季、第3季都是箱型整理這樣波浪理論，那很多人會想要問你說，那這個高低點要怎麼去抓？在那個2月26號的時候，我們高點那時候是35570低點，3月9號低點是31529大家記得就用35000到31000啦那如果說你本來我們那時候反彈只反彈3000多點，大概34000多那最近不是又過35000了？对啊，所以我們箱子如果往上提高假設說真的有再穿新高，大家就把高點跟低點抓4000點如果你有上去往上調那所以我們大概都是這個箱子這樣說現在目前箱子我們錄影的時間剛好在箱子的最上沿嘛那如果有上去你就往上面，不管說1000、2000底下如果破底你就往下所以目前是31000到35000
大概這差不多11%左右。因為我們去年的跌幅11月份大概跌了7.56%，那今年跌幅是比較跌的比較重因為短短幾天那時候那個開戰完以後就跌到那個3月9號，所以我們很簡單嘛，你的個股如果說你有破3月9號的低點，你那一只股票相對就比較弱勢那如果說像很多 AI 股票不是有創歷史新高嘛，大盤還沒有創歷史新高，它有創歷史新高的股票那個就強勢所以大概我們抓4000點。是因為其實上一次錄影的時候啊，就我們就在討論說台積電股價能不能追上股號，但是沒有想到就往下殺到1785，對不对？還更低嘛？对啊，就上次那個上华來錄影的時候，他有撿到，然後他撿比較低，我比他多10塊錢。但重點就是說，很多人在看到已經挑戰2000的時候，接近2000點之後就賣。杜老師，你有撿嗎？我過年的時候不是持股從9成降到6成我們過年後不是噴出去漲6000點，後來跌了4000點嘛那一天他先跌2700點，我就有買，我們就叫撿股師，很難聽嘛撿股完以後我第一次買1895，馬上隔天他都是隔2天我就賣，大概賺了60塊。那最低的話就3月9號那一天，因為那一天重挫我就買到1775，那他那一天的最低價是1770，很好賺隔天馬上賺100多塊，对那個很好賺。完以後在3月10幾號不是除息嘛，我就去買它參加配息賺6塊錢，隔天就賺26塊跑掉，一來沒有氣質，有沒有那前天我們不是股兒子拿到嘛，你看沒有了再來最後一天我大概買1855。上來以後，在3月底的話，我就來回做，我每次來回做，隔2天我就賣1945，1945完以後，3月份大概都還不錯，來回做好幾次1945賣完以後就賣灰了嘛，這一筆就賣灰了。到我們昨天錄影的時候就2000點，因為我們做當沖的人就是有一個宿命低買高賣，低買高賣，哪一天你賣完以後補不回來就飛走了，改天你就會買價買老倍，假設說你過2025完以後你回來就會去補回來所以不錯啦。因為3月份我們知道大盤跌了將近差不多3600多點那我台積電來回賺了一些價差嘛，因為我的老股沒賣就是來回了那我們知道那個台積電我們錄的時間大概要禮拜四要做法說會理論上我那個字卡那個1Q 的 EPS 都有往上調高了啦因為現在大概台積電大家有一個觀念啦，32年台積電本益比21倍那目前今年大家都估100塊，明年120有的人估118到128都有那後年都估150，所以你用21倍的話目前的高點2025剛好是現在的中間值，那如果用明年的120就是2400，有沒有？很多人都說会看到2400，那我們剛才那個波浪理論，我們認為明年5月份大盤會漲到43000，就是用台積電如果漲到2400，大盤會漲到43000那像很多目前都研究員都估法說會完以後大概2300到2400左右目標價老師，你說禮拜四台積電法說會嘛？那有些散戶會想要問你的是說，那在法說會之前到底是該買還是要賣呢？像我的話是3月份我先低買高賣，低買高賣好以後前幾天它到1945我就賣完以後它不是漲到2000塊所以我這個價差已經賺。那如果說你有的人當然就是在這法說會前先賣如果說已經賣灰了完以後，你就等它法說會理論上因為它已經漲到2000塊，而且我們字卡都有 EPS 往上調高0.5到0.8的利多都已經它應該會利多出盡，短線就做一個拉回的動作，那只要拉回80到100你再把它買回來所以應該是看你的持股，如果想要買要等利多出盡再買回来好，那看完台積電，老師我們再來看一下台達電好了。老師最喜歡的台達電上一次跌的時候你也有撿到一波嘛对不對那最近呢老師會怎麼看這個台達電的後市老師你是不是說它是會成為下一座護國神山對因為我們那個每月底我都會把外資持股的前20名做篩選，
第一名是台積電，第二名已經是台達電，台達電現在趕到第二名哈。那因為你看馬斯克每次去講究沒有電力機器人也沒有用，所以電力的股票現在都是噴出去哈。而且你看到台達電，我上次不是賣完以後，在3月9號那天不是我們股市大跌，我就買台積電的177，我買台達電的1205。為什麼要買1205？因為那一天台達電跌停板，買跌停板你要上2檔。我就掛1205，買完以後，那天小漲，完以後就噴出去哈。你看，直到現在，大概一股賺500塊，我賺500塊，我女兒還批評我嘞，為什麼你知道嗎？她說爸爸，你賺那個台積電100多塊，台達電這個，來回那麼久，他買什麼呀？2383的台光電，一天就238塊，因為台灣電代表也噴出來，現在就台達電、台光電、台積電啦，這3支啦啊，所以不錯啦，因為我3月9號。那時候賣臭賣灰完又趕快知錯能改，有沒有？我們要等到回到1085就趕快買回來。所以大家買股票一樣，它噴出去完以後拉回，大概跌10%到15%，你就趕快買回來啊，不然就大盤跌1000點的時候，你趕快買回來。這2個條件啊，一個大盤大跌，因為我們現在動不動就跌1000點嘛，對呀。有時候大盤不跌，今天個股有時候莫名其妙的跌停板啊，那你大概好股票你就把它買回來。所以我那一天就把它買回來，再噴出去哈。那理論上我們現在 local 的證券商的目標價都197多了，我認為它會到2字頭以上哈。明年的 EPS 55塊，看起來本益比很高，那我就把長線38年的台達電的本益比做平等嘛，因為我們剛才有台積電啊，台達電38年本益比大概20幾倍左右，它曾經有最高到67倍，最低到9倍啊，那殖利率也大概3%，所以如果以長期來講，它這個本益比，有的人是上次批評他說本益比比較高一點，可是未來來講，它以前38年本益比就是在這個位置哈，所以這一支也是一樣，現在就第2支護國神山就是台達電。台達電看起來是後勢可為啊，可是另外一個本來大家認為是護國神山的，就是鴻海。對啊，就鴻海前一陣子跌破200塊，好不容易現在好像又要回去了，對不對？那很多人就覺得就套在鴻海上面啊，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呢。我們知道那個去年股東人數5700萬人，第1名台積電177萬人，第2名中鋼，第3名鴻海144萬人，所以有144萬人的股友都會問我怎麼辦？因為大盤台達電創新高，台積電創新高，鴻海還破底哈，因為它3月9號的低點，後來鴻海破了嘛，破了完又跌到180幾嘛哈。那外資在3月份大賣，普通股第1名就是鴻海第7名是台積電因為台幣貶值關係嘛哈。那外資上個月賣了9000多億，裡面台積電、台達電就變成提款機哈。鴻海因為它去年賺13塊多嘛哈，完以後配7塊2嘛哈，那今年賺18塊，明年賺21塊。那它36年來我把它做一個長線的 EPS 的，它大概本益比16倍哈，你看比人家低嘛哈。再來你看殖利率大概3%左右，所以它假設說今年賺了13塊，配了7塊2，都是有史以來最好的獲利，最高的配息。可是7塊2除以200塊，這個殖利率就是3%，所以它那個7塊2沒有什麼那個吸引人家的哈。像那個廣達最近比較強，因為它配15塊6嘛。那它現在如果說假設賺用200塊來算，因為它今天稍微比較強嘛哈，200塊用我們的EPS 20塊，本益比10倍。所以理論上10倍的本益比，按照長期來講16倍，它現在是比較可以合理的價值所在。那這個問題就是說你買完因為你都不漲我們買股票最不準就是人家漲你不漲破底你跟着破底。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我台南有朋友是30幾張的鴻海嘛，我就說你就賣一小部分的鴻海就換到台積電。所以他3月9號那一天買台積電就賣鴻海，完以後賣了大概30%左右的鴻海，現在心情好多了。為什麼？因為台積電漲到2000塊，鴻海還漲一點點。你鴻海不要賣完，因為鴻海最怕的是怎樣？知道尾段你就噴出去，所以你至少要有3%到5%的鴻海因為它本益比只有10倍了嘛，已經合理。可是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漲上來所以這個是我對鴻海的建議的老師，那我記得你之前說手上持股比重比較多的，還有就是記憶體的南
南亞科這樣。不過我記得前一陣子好像外資有降評，包括南亞科跟這個華邦電嘛。那目前你怎麼看南亞科？你對它還是有很大的信心嗎？我們看一下南亞科的話，我10月16號買完以後，87.6都沒賣，它漲到230幾，後來回破了200塊啊。那它3月26號有一個公布，那個4個有錢人去認購它嘛，哈，230幾塊的私募哈啊。那我們這個開玩笑就南亞科哈，有錢人就住在200多塊的東西，你現在200塊買的話，你也跟人家住在一起哈，所以它的合理價值在那邊哈。那因為它的 EPS 也一樣哈，本來我那個字卡是說凱基啦是今年39塊，那上個禮拜他把它調下來，今年30幾。明年44哈，所以如果說以200塊的話，40塊獲利，本益比才6倍，理論上說你是合理的價值嘛？因為我們講說你賺40塊，如果按照低檔股票，如果說你不要21倍啦，16倍，你只要10倍到15倍都是400塊以上嘛。所以我們那時候 local 的目標價從本來370幾都把它降到320哈。那剛才要講那個外資哈，他那時候把它降到中立哈，他給南亞科的 EPS 多少？55.5，比我的字卡都來得樂觀哈。他為了那時候為了讓旺宏上來，就把華邦電跟南亞科，因為它漲太多，把它降中立哈。那旺宏漲到一段完以後，那時候我的老東家認為說，旺宏今年會賺30塊，明年會賺102。那102怎麼只有目標價300塊？對啊，應該更高啊。所以元大最近的又進來哈，元大進來的一個目標價，就說它沒有後人不是102，大概40幾塊而已。所以大概目標價把它弄到170啊。所以旺宏最近就相對比較沒有漲啊。南亞科最近就是已經在200多塊，有沒有一個合理價值？那被人在做。那其實它不是基本面問題，是台塑集團的股票去把它賣。那我們看一下，他們自己到貨嗎？沒有，他們本來就是要賣南亞科，已經賣了一段。南亞他本來就申報要賣南亞科1%，賣3%南電哈。那上個禮拜南亞那一天不是賣的南亞科嘛？它1%實現利潤62億哈，62億，因為南亞股本是700多億，賺62億就貢獻0.8的 EPS， 所以南亞的話，現在的 EPS， 你看我的字卡，今年賺4塊錢，明年賺5塊多，有沒有？以前南亞股價80幾塊、90塊下來以後，本益比非常低，好，那他今年也配息嘛，所以後來很多的國內的法人。就南亞科暫時沒有買，都去買南亞啊，所以你看南亞最近的話就相對比較強，因為你賣南電的獲利更高，因為它的南電有60幾%，那你那個南亞科20幾%賣了1%就賺那麼多嘛，所以就是你看南亞就相對這個買盤就跑到這邊來一下啊，所以剛才回答主持人講的，就第二股票，我認為很多人都說到明年都沒有問題啊，那只是說我認為它是漲多。短期拉回啊，他們現在公布營收 EPS 的話都大幅成長，所以現在朝那個目標價去弄啊，那認為現在在200多塊，我認為都是比較合理的一個買進價格。其實我們剛剛聽到杜老師跟我們分享啊，這個現在股海風浪很大，這種大型股那起起落落，有時候那個漲跌幅太大，那個資金太大，我们受不了。有沒有哪一些是杜老師你看可以當作是避風港的股票呢？波浪理論有一個主升段，我們現在都主升段很多股票標出去，大家記得末升段。末升段以前波浪理論的話，冷門股、落後補漲股票會還你一些公道啊。所以我們交易所在今年1月26號，它編了一個叫做普益的 index， 普益就是中小型市值1000億以下，就跟美國盧素一樣，它總共抓出來300多隻的這些股票哈，大家打 TIP 啊，台灣指數公司就交易所的公司啊，它就會有這個300多隻的股票哈。那我們今天介紹一隻股票上銀。上銀你看它是那個機器人做那個軌道的哈，它你看休息很久，獲利也大概9塊多左右，有沒有？它就是其中的一隻哈。那這些股票中小型的話，它都是3年有EPS，有賺錢，波動幅度比較小，總市值在100兆。那交易所編的這個東西，就是說我們在剛才主持人講的，就這個漲太多嘛，我怎麼辦？他就買這些在這一波主升段都沒漲的股票。那交易所認為這些中小型股票，大家以後它編出來普益100跟50的話，我們的 ETF
那個我們投信就會發行，就像2年前我們在這節目不是講說主動式的 ETF 有沒有會有一個成長，後來真的2000多億，而且有的那一個第一名還漲70幾%哈。那我們認為普益的這個 index 編出來以後，你買那個前5名的股票啊，它大概會有這個題材哈，上銀啦，還有值得啦哈，還有那個智勝啦哈還有合同啦這些哈，大家去查一下哈。那以後有機會我們再把這個300多隻哈，好好找一些比較低迷的沒有漲的，大家找一些比較落後補漲股票。是，所以你看聽到今天這個杜老師跟我們分享說，其實在第2季到第3季中間，所以雖然是還在主升段的尾巴，但是已經要開始要小心留意了，對不對？对，今天謝謝杜老師來跟我們分享，謝謝你，謝謝。